好，中日的晶片大戰現在升級了。日本呢配合美國，美國不是限制了不管是 EUV、DUV 對於中國大陸出口的限制嗎？那現在呢，中國大陸決定要做的就是淘定律啊，甚至做3D 封裝。現在日本也要加入了，日本加入就是考慮限制有關於中國大陸的3D 封裝的一個技術。那中國大陸的反制動作則是斷了它的屋。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做深度的分析。好，美國現在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是不是正在發生呢？因為他要封鎖大陸的 AI 晶片，但是沒有把中國給打趴，反而逼出了一個更強的華為。我們來看到一個最新的數據，是來自於 TrendForce 做了一個統計，說呢，現在全球有關於 AI 的這個高階晶片的市占率，中國大陸已經逼近了90%，出貨量現在來到了80幾萬張。我們來看到，其實輝達在中國市場一度是非常的風光的，一度是接近市占率95%，現在怎麼跌落到只剩下個位數了呢？如果把 AMD 一起加入有關於市占率的部分的話，等於輝達加上 AMD 現在在中國的市占只剩下了1%了。華為是靠什麼崛起的呢？先前我們聊了非常多，不管是它的算力集群的技術，或者是淘定律，再到這個3D 的堆疊技術，都是一些最新的技術哦。那麼它把電晶體做得更小，然後把電路往上堆，做垂直的整合，借此縮短資料輸出的距離，提高它的電晶體的密度跟整體的效率，也就是不走摩爾定律這一套了。所以我們也看到它在2026，也就是今年的9月份，會推出的它的 Mate 90系列的手機，裡面使用的晶片就是會搭載華為最新的麒麟2026的晶片，現在說可以做到2031年目標瞄準1.4奈米的電晶體密度。上次哥怎麼樣看？美國的晶片封鎖反而養出更大的一個華為這樣子一個競爭對手嘛？你怎麼看？好 ，TrendForce 是非常權威的媒體哈，他在去年12月的時候預估的數字是中國在全世界這個 AI 的這個我們現在講不是頂規啊，叫高階晶片，就還不錯，常用的這個晶片，他當時認為是50%，所以結果他現在修正到今年的話變成90%，哇！高階晶片90%都中國大陸，那可憐啦！你想為什麼可能不是都說中芯國際生產什麼產能良率很多問題，然後大家心目中都以為大概全中國只有中芯國際裡頭什麼1、2條產線，真的不是啦！你真的是都搞不清楚，是這樣子。而且現在高階的 AI 晶片現在不是一片一片賣了，現在都是做大家想象，現在不包括華為也公布了嗎？輝達也都是，這是一整個機櫃啊！所以一個機櫃有是幾千個、1000多個，現在是賣這種的一次，而且這一個也都很貴的哈。好，所以這個有量，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現在講說9×81萬張到今年年底之前是這個概念。好，但是其實大家還是有點搞不清楚，現在在中國大陸、全世界都一樣哈，但主要台灣也是，主要是大家講說通用的 AI 晶片，就是輝達我們聽到的用這一型那一型，然後華為昇騰晶片，然後包括930、RT 等等，都有個品。好，但是其實不知道有很重要的東西叫做 ASIC。台股有人大家在買股票的知道，台灣有人專門在做 ASIC 的部分的半導體晶片，這是什麼？這就是一些企業定制的 AI 晶片。比如說像騰訊、阿里巴巴跟等等百度，他們需要很大量的晶片，他們的運算可能跟商業什麼不太一樣，所以他們是定制晶片的。這個不是在外面賣的，可是要做一大堆，所以這個數量是包括通用型機櫃裡頭的等等。然後另外這個 ASIC 晶片，但通常 ASIC 晶片不會對外宣布，但是最後產量會知道，原因在此。但我們現在整理一下，為什麼能夠做到這個地步？當然，首先第一個部分是美國現在限制出口這件事情，真的把輝達弄死了。剛剛講 AMD 加上輝達，現在晶片剩10%，這是真的，因為你都賣不出去啊。那中國大陸也沒有企業買啊。第二個部分，現在除了華為、昇騰，你以為只有昇騰晶片沒有啦？中國大陸還有寒武紀，然後還有木犀蠻厲害的。另外還有像天數、智新。木犀是什麼？我們前陣不講華為不是有個機櫃很厲害嗎？結果今年2026年，中國選出最厲害的機櫃是木犀，還贏了華為。也就這不是只有華為這一家而已，所以這些都能夠做機櫃，能夠生產晶片的。第三個是當然中國大陸國企，只要國家單位都採購，大基金都在投資，企業看了最近不是講說要所謂有一個6網，其中有算力網的投資是幾兆。
人民幣在未來3年之內。所以這裡頭其實都是企業看看，好像都真的，就大家都投入買中國大陸的国產晶片了。然後現在第4個就軟體架構也做得還可以了，就像輝達的CUDA一樣，你有晶片還有軟體架構，那麼華為他們越寫越好。當然還有另外主要的這個整個市場的這個增量，就新的廠商要買，比你原先舊的買了一些輝達晶片要換更強。所以這裡有新舊都在買新的，這整個動能所在。但你不是說中國大陸厲害到死了，還是得說它晶片的頂規還是做不好。它的這個節點 HBM 光靠長興不夠，還是要買三星、海力士。另外它的生態還是比不過 CUDA， 但是都在追，以今年追的部分程度能夠到這個地步，還是嚇死人了。好，所以另外我們也看到說，那在高階的 AI 晶片的部分呢，美國跟荷蘭不是一起限制了 EUV 跟 DUV 對於中國繼續卡脖子嗎？現在沒有想到的是，日本也決定跟進了。日本是從後端，也就是晶片的封裝來做下手，包括了卡住 Chiplets， 還有 2.5D 跟 3D 堆疊的先進封裝技術哦，不讓中國用堆的方式來彌補製程上面的差異，而且會從8月1號開始做這樣的限制實施，真的能傷到中國大陸嗎？還是會逼出一個中國大陸自己比較厲害的一個先進封裝的國產化？幹哥怎麼看？好吧，你要真的這樣搞的話，沒關係啊。我們現在中國正在轉向什麼叫 Chiplet， 好 2.5D 好 3D 堆疊跟先進封裝用堆嘛，對不對？不然先進製程我們還是差嘛。好，日本看到這樣很簡單。我跟你講，日本這個鬼啊，這個鬼子啊，真的想方設法已經很久了。8月1號開始啊，我跟你講，當日本精密機械，老實講一句，我們講出來啊，你真的會覺得頭皮發麻，太多了。高階固晶啊，晶圓減薄、雷射切割、高精度分選機，還有先進封裝設備，他通通都說。我們要納入嚴格的逐案審批就對了，所以今天老實講一句，逐案審批的意思就是說會可能過不了的意思。所以中國你可能這些東西啊，我跟你講啊，最後封測的階段啊，要是過不了的話，你再怎麼堆都沒有用，你知道？所以那這樣中國就完蛋了嗎？我告訴各位，中國現在又祭出別的方法。我們前面已經講了這麼多稀土，對不對？看現在就不曉得為什麼又中國跟日本之間又出了這個問題，叫做中國出手鎢，什麼鎢？這個鎢叫做什麼？這個鎢嚴格講起來哈，你覺得聽了你會覺得有一點，我來解釋一下，叫重鎢酸銨。重鎢酸銨是什麼意思呢？伯仲的重。重鎢酸銨其實老實講一句，它就是碳化鎢啦，碳化鎢跟鎢粉啊。那這個東西對日本來講，那更重要。為什麼？工具機、切割機，老實講，都是用這種重鎢酸銨作為原料，那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中國就祭出來，沒有關係。全球的鎢啊，就跟全球的稀土是一樣的，在我們中國的產量是80%，然後現在我們就對日本祭出這個重鎢酸銨不出口了啊。那你要知道，日本對於鎢是非常依靠，因為大家記得吧？日本武士刀有沒有？武士刀，那個是那個年代古代的時候，現代的武士刀你一定要加入鎢。其實古代就在用鎢了，你知道？所以那是日本的一種精神象徵。你现在沒有鎢的話，你知道日本本來是跟誰？除了跟中國以外，最重要的是跟美國採購。所以美國現在鎢也不出口。對。美國也不出口，中國也不出口，他們去跟誰要？所以跟你講，全球80%的鎢因為掌握在中國的手裡，而且鎢的冶煉加工到那個高製程的過程都是掌握在中國手裡。沒有關係，日本你讀我的封裝最後的測試設備，我也讀你的鎢。我跟你講，真的在原料設備的進口跟那個競爭上面，到最後一定會是中國勝利的。對，好，有關於幹哥特別提到的鎢的部分哦，確實中國大陸對於這個美國、日本的限制是這樣子的。從2月份到4月份最新數據出爐哦，這個鎢粉跟碳化鎢對日本的出口是直接歸零的。那確實呢，現在可能直接影響到的就是日本的這些精密製造業，不管是精密機械、汽車、電子、軍工，
通通都離不開。那包括了剛剛會特別提到的嘛，這個日本於是就去找上了美國，希望說，那美國你是不是可以提供給我多一點的鎢呢？因為從中國這邊拿不到。結果沒有想到，因為美國現在也缺鎢，所以正式已經宣布了，從8月27號開始會實施為期1年的出口限制，也就是說，鎢會優先提供給美國，有剩下的才會用商務豁免的方式提供給日本。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日本配合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做限制，但是日本現在卻需要鎢的時候，從美國又拿不到手呢？張進老師怎麼看？我想大家必須要了解，就是說我們都知道有一個窮則變，變則通，但有很多東西你是沒有辦法變通的。我們在人類工業的發展史之中，在很多地方就是因為受到封鎖，或者說是這個供貨斷源，然後它就要想辦法發展出來替代品。所以我們確實有很多的工業的革命的升級，是因為發展出替代品。但是有一個同樣的材料，而且你也知道，它有它的稀缺性，你有你的市场依賴性，但是你卻不能發展出替代產品，那就是表示它確實真的是困難所在。但是呢，这個事情到底日本會遭受到什麼樣的結果？我們要看日本啊本身的就是我們應該講說工業韌性或者說社會韌性，它的耐受度啊到什麼樣的程度？所以它目前啊這個就是管制啊，它打擊的對象是這個資本跟投資者，但是呢，它啊對於社會大眾還沒有造成強大的衝擊。所以我看這裡頭之中，這個日本啊能夠撐得住，最主要就是它的產能的萎縮。這個會受到影響，但你會不會造成整個社會的群體反彈？我認為那個還早。